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為什麼飯店裡面的烤饃炒肉會這麼好吃呢？其實做法非常的簡單。今天有時間，我就把最家常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給大家。首先準備500克的烤饃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接下來加入1大勺食鹽，然後倒滿多一點的清水。因為烤饃在生長、運輸、販賣的途中，表面難免有一些細菌或者是雜質。食鹽有消毒殺菌的作用，而且有很強的去污能力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後，放在乾淨的清水中多淘洗2遍。因為烤饃的頂部凹凸不平，而底部比較平整，根部朝下，把烤饃切成厚片。我們盡可能的切厚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因為烤饃的含水量達到80%以上，如果切太薄的話會軟塌塌的，那樣吃起來口感不好。我們盡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這樣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使其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備用。烤饃要好吃入味，我们要提前準備小塊五花肉。首先把五花肉的豬皮切下來，因為豬皮比較硬，而且在炒制的過程中很容易爆鍋。接下來把五花肉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大約在1個硬幣的厚度就差不多。其實也不需要太多，1小塊就可以。我們要用五花肉裡面的油脂來炒烤饃，這樣炒出來遲早都有肉的鮮香味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。接下來準備小塊瘦肉切成小塊。挑選瘦肉，我們最好挑選里脊肉或者是前腿肉，然後把瘦肉切成薄片，稍微的切薄一些，這樣方便成熟。瘦肉富含優質的蛋白質，也是我們日常生活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。全部切好放在小一點的碗中備用。接下來簡單的醃製一下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，少量的食鹽，然後再加入少許的紅薯澱粉，加入適當的清水，下手抓拌均匀，使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最後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這樣可以鎖住肉片的營養和水分不容易流失。放在一旁醃製5分鐘左右。準備一個大青椒，去掉裡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。把青椒對半切開，接下來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菱形塊。這種青椒沒有什麼辣味，主要是用來搭配顏色。全部切好放在盤中備用。炒這道菜，我喜歡多準備一些大蒜，切成小丁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1小塊去皮的老薑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片。老薑不僅可以去腥，同時還可以增加食慾。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能吃辣的，準備幾個洗淨的小米椒，切成小圈。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提前準備1鍋開水，加入少許的食鹽和少量的食用油。我們要提前把烤饃焯下水，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裡面的草酸。所有的燉鍋在食用的過程中，我們最好焯下水，這樣口感會好很多。但是煮製的時間不需要太長，水開以後大約煮個1分鐘左右，不然營養很容易流失。煮成視頻中這樣的透明狀，直接控水撈出。另起鍋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另起鍋，不要放油。接下來把切好的五花肉直接倒在鍋中，開小火把五花肉炒出油脂。這裡我們要不停地翻動，這樣防止五花肉粘鍋。
整個過程大約要2分鐘左右，把五花肉炒至表面微微金黃，這個時候也滲透出了很多的油脂。如果家裡沒有五花肉，也可以用豬油來替代，用分油來炒素菜，這樣炒出來只找到有肉的鮮香味，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。接下來下入醃製好的瘦肉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肉片炒至微微的變色就可以。如果時間太長，瘦肉吃起來会塞牙。接下來加入切好的姜蒜片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姜蒜炒出香味。接着把控水的烤膜也倒在鍋中，開大火，不停地翻炒，把烤膜炒乾水分，炒出香味。接着簡單的調下味，加入小半勺的生抽醬油，小半勺的食鹽，少量的松茸鮮，加入少許的白糖提鮮，快速的翻炒均勻，把調味料炒至化開，翻炒20秒左右。接下來把準備好的青椒片直接倒在鍋中，切好的小米椒也加在裡面。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也可以不用放，快速翻炒均勻，把青椒、小米辣炒至斷生，炒出辣味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阿光的支持和鼓勵。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，一道營養又好吃的烤膜炒肉就這樣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。烤膜稱之為燉鍋之王，富含豐富的氨基酸、膳食纖維以及各種微量元素，同時富含豐富的膳食纖維，可以幫助消化，維持腸道健康。老人和小孩適量的多吃一些烤膜，這樣對身體非常有益。這樣炒出來的烤膜脆嫩爽口，肉片鮮香滑嫩，不管是平常作為家常菜，還是用來招待客人，都是非常的有面子。好了，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